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，希望您在这里度过一段轻松愉快的时光。今天我们想为您带来以下新闻：王一博风波升级，谣言失控与舆论失序的警示。谁也没有料到，这样一场风波会以如此迅猛而失控的方式席卷而来。一直以来，在公众印象中，王一博始终是那个专注于拍戏、舞台和赛车的艺人，低调、克制，几乎不参与任何无谓的纷争。然而，正是这样一个看似与绯闻体制毫不沾边的人，却在短时间内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。一场由谣言引发的舆情风暴迅速发酵，甚至发展到警方不得不介入的地步。这不仅令人错愕，也让不少长期关注他的人感到揪心。那种隐约存在的担忧，最终还是以一种最不愿见到的方式成为现实。这场风波的起点看似普通，却极具传播爆点。有媒体以模糊暧昧的措辞暗示所谓秘密恋情，将王一博与其美和联系在一起，试图营造一种长期交往却从未曝光的戏剧张力。其美和在圈内的身份本就颇具话题性，作为一名曾被贴上富二代标签的人物，他过往与多位明星的合影在网络上随手可得，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本就容易被断章取义，加之公众对于资本背景等敏感话题的天然关注，使得这段所谓的关系在传播初期便具备了极强的吸引力。然而，当理性稍作介入，事实却显得并不复杂。其美和早已因家庭变故移居国外，据称在海外已经结婚，这些信息并非难以查证，却在谣言传播的过程中被刻意忽略甚至篡改。取而代之的是几张来源不明的聊天记录截图，以及真假难辨的出入境记录。这些经过加工拼接的证据，在社交平台上迅速扩散，形成一种看似完整的叙事闭环。短短几天时间，舆论便被推至高点，从最初的猜测演变为近乎定论的指控，而这一切几乎没有经过任何严肃的核实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这场信息扩散的过程中，情绪远远跑在了事实前面。部分账号利用公众的猎奇心理与对明星私生活的关注，不断放大细节，甚至刻意制造冲突，将原本毫无根据的内容包装成爆料。与此同时，算法机制的推波助澜，使得相关话题在短时间内获得极高曝光率，形成信息茧房效应。用户在反复接触同类内容后，逐渐失去判断力，将未经证实的信息视为共识。当谣言被重复足够多次，它便开始呈现出一种危险的真实感。面对这一局面，王一博方面并非没有采取行动，公司多次发布声明进行辟谣，明确否认相关传闻，并指出所谓证据的不实之处。然而，在当下的信息环境中，辟谣往往难以与谣言匹敌。辟谣需要逻辑与证据，而谣言只需情绪与想象。辟谣讲求严谨，传播速度却相对缓慢，而谣言则凭借夸张与刺激迅速扩散。于是便出现了一种令人无奈的局面，越是澄清，越有人质疑为何要回应；越是不回应，又被解读为默认。在这种近乎悖论的舆论环境中，当事人几乎难以找到真正有效的应对方式。与此同时，关于富二代背景的延伸谣言也开始出现，一些声音将其美和的身份进行夸大甚至扭曲，进而衍生出所谓傍大款的说法，将原本毫无关联的内容拼接成带有明显倾向性的叙事。这类说法不仅缺乏事实依据，更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与标签化倾向，却依然在部分群体中获得传播空间。这种现象的背后，反映出的是公众对于成功路径的某种固有偏见，也折射出网络舆论中普遍存在的阴谋论式思维。随着事态持续发酵，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个人层面。
大量不实信息的传播，不仅对王一博的公众形象造成冲击，也在更大范围内扰乱了舆论秩序。当谣言成为流量工具，当虚假信息被包装成独家爆料，整个信息生态便开始出现失衡。在这种背景下，警方的介入显得尤为关键。这不仅是对个案的处理，更是一种信号，对于恶意造谣、散布不实信息的行为，法律不会长期缺席。事实上，这起事件并非孤立，而是当下内娱生态的一个缩影。艺人的一举一动几乎都处于放大镜之下，任何细节都可能被无限解读，甚至被重新编织成完全不同的故事。在流量至上的环境中，信息的价值往往取决于其传播力而非真实性，这使得谣言具备了天然的生存空间。与此同时，公众对于明星私生活的强烈兴趣，也在无形中助长了这一现象，使得窥探与消费他人隐私逐渐成为一种常态。更深层次来看，这种现象与当前的媒介结构密切相关。社交平台降低了信息发布的门槛，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信息源，但与此同时，信息审核与责任机制却未能同步完善。在缺乏有效约束的情况下，一些账号为了获取关注，不惜制造甚至编造内容，而普通用户在缺乏专业判断的情况下，往往难以辨别真伪，最终成为传播链条中的一环。这种去中心化的信息结构，在带来表达自由的同时，也放大了失序风险。回到事件本身，最令人担忧的，并不仅仅是谣言的内容，而是其传播机制所暴露出的问题。当虚假信息可以在短时间内形成舆论风暴，当辟谣难以扭转既有认知，当个体在舆论洪流中几乎无力自证清白，这种结构性的失衡，才是真正需要被正视的部分。警方的介入或许能够对部分造谣者形成震慑，但更长远的解决之道，仍然需要依赖平台机制的完善与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。对于王一博而言，这场风波无疑是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击。在长时间保持低调与专注的状态下，他所面对的并非作品层面的评价，而是完全脱离事实的舆论攻击。这种落差本身就足以令人感到疲惫与无力。然而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也是对其职业状态的一种考验，在喧嚣与干扰中，能否继续保持专注，或许比任何一次舞台表现都更加艰难。而对于公众来说，这同样是一面镜子。在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我们是否已经习惯于在未求证的情况下转发与评论？是否在不自觉中参与了谣言的扩散？当我们在讨论他人时，是否忽略了基本的事实与边界？这些问题或许比事件本身更值得反思。目前，随着警方的正式介入，事件已经进入新的阶段。那些隐藏在网络背后，借助匿名性传播不实信息的人，或将逐渐浮出水面，并为自己的行为承担相应后果。这不仅关乎个体正义，也关乎整个网络环境的健康发展。只有当造谣成本真正提高，当法律边界被清晰认知，类似事件才有可能减少。在这一切尚未尘埃落定之前，或许最理性的态度是保持克制与审慎。在信息尚未被证实之前，不轻易下结论；在情绪被调动之前，先回归事实本身。对于王一博而言，希望这场风波不会成为长期的负担，让他依然能够在自己的轨道上继续前行。而对于整个行业而言，这或许是一次提醒，在流量与真实之间，仍然需要找到更稳固的平衡点。感谢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这条新闻对您有帮助，请记得点赞、评论并订阅频道。祝您生活充满正能量。再见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